挂大了，宗馥莉刚坐稳娃哈哈女王宝座，结果3位美国弟妹突然现身开撕，直接要求分遗产、冻结账户、分股权，还称自己是曾庆后亲生的。这剧情简直比宫斗剧还精彩，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宗馥莉对娃哈哈刚刚稳掌舵，立刻遭遇巨大挑战。3名自称同父异母弟妹的美国籍原告突然在香港、杭州两地起诉，要求冻结宗馥莉的18亿美元资产，追讨21亿美元信托，更要分曾庆后留下的29.4%股权。一场横跨中美总值340亿的遗产大战正式打响。据彭博社报道，香港法庭的文件显示，3名原告分别是宗纪昌、宗杰利和宗纪胜。原告律师已明确称，他们为宗馥莉的同父异母弟妹。这是宗庆后鲜为人知的家庭关系首次被公开。这场遗产争夺战的核心在于3名原告的身份确认及其与曾庆后的血缘关系。据封面新闻报道，原告方律师在法庭文件中声称，曾庆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与一名叫杜建英的女子育有着3名子女。杜建英据称是娃哈哈创始期高管，比曾庆后小21岁。报道称，宗馥莉14岁赴美留学期间，杜建英曾以监护人身份陪同。1996年，在洛杉矶产下长子宗纪昌，之后在1998年，他又为曾庆后诞下女儿宗杰利。小儿子宗纪胜则出生于2017年，3个子女均为美国籍。血缘关系的法律鉴定成为此案的关键。原告已向杭州法院提交了宗纪昌1989年出生证明，为杭州市上城区档案馆存盘件，并申请调取宗庆后2023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的血液留存样本进行 DNA 比对。若 DNA 鉴定成立，继承权将得到法律确认。这场法律争端的核心围绕着巨额资产的归属展开。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和证券时报的报道，原告律师透露，3名原告同时在杭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各价值7亿美元的信托基金权益，总计21亿美元。据称，这些基金是其父生前承诺设立的。法律文件披露，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的18亿美元资产成为争夺焦点。原告方声称，曾庆后曾指示下属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信托，该汇丰账户2024年初余额约18亿美元。文件显示，截至2024年5月，已有110万美元从该账户转出。原告方要求冻结该汇丰账户，并指控宗馥莉擅自转移信托资产，请求法院颁布禁止令。对此，宗馥莉的代理律师则质疑证据效力，称未获知曾庆后相关指示。宗馥莉团队称，涉案账户资金是为东南亚市场拓展储备金，110万美元转账是为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有完整合同及发票佐证。原告主张的21亿美元并非一次性到账，而是计划用娃哈哈的分红逐步注入，目前账上约有18亿美元，尚差3亿美元。这场轰动性质的遗产争夺战已在香港和杭州法院系统形成跨境双线诉讼格局，呈现出复杂的法律冲突。香港法庭主要审理信托纠纷，聚焦原告18亿美元资产的冻结申请。据封面新闻报道，代表宗馥莉的律师质疑证据效力，强调宗馥莉未曾接获曾庆后的相关指示，并质疑资产转移证据中发件人签名存在篡改痕迹。同时，在杭州的诉讼，3位原告已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股权质诉，要求分割娃哈哈集团29.4%股权，4个子女每人1份。潇湘晨报估算，这部分股权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再加上境外资产，总争议金额达340亿。如果3名非婚生子女胜诉，娃哈哈股权结构将从国资到职工到宗馥莉3方共治，变为国资到职工到多子女的复杂局面，可能引发公司控制权争夺。据报道，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证据博弈。原告方除了提交出生证明外，还申请传唤2024年离职的娃哈哈前财务总监王某出庭作证，
试图证明资金转移的违规性。宗馥莉的法律团队则从2个维度进行反驳。一方面，援引中国信托法第8条，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强调原告未能提供宗庆后签署的信托契约等法定文件。另一方面，提交瓦哈哈集团2023年海外业务预算报告，证明涉案账户资金实为东南亚市场拓展储备金110万美元转账，纯系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有完整的合同及发票佐证。目前，香港法院已将案件排期到2025年9月，要求双方补充信托原始文件以及资金流向证据，并等待内地法院对股权性质的认定结果。封面新闻援引四川恒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向红的观点指出，内地与香港在家事案件判决的相互认证上存在局限，两地法院需要分别依据继承法和普通法进行裁决，结果可能会因司法协作程度产生冲突。这场宗氏家族风波似乎已经开始影响娃哈哈的商业运营。根据全国工商联饮料业商会的调研，2025年7月以来，已有3家省级代理商暂停进货，担心娃哈哈股权变动影响供货稳定性。农夫山泉等竞争对手趁机扩大市场份额，新兴饮品品牌也在抢占市场。对于娃哈哈的掌门人宗馥莉而言，这场诉讼成了他接掌娃哈哈之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去年2月，曾庆后离世后，曾一度传出宗馥莉拟辞职的消息，后经股东协商才决定继续履职。资料显示，宗馥莉2004年毕业于美国佩珀代因大学国际商务学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期间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但2007年返回中国后，开始办理放弃美国国籍手续，以专注于国内事业发展。宗馥莉创立了娃哈哈的关联企业杭州宏盛饮料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运营并推出自有品牌饮料，如开利万果汁茶饮料，显示了他在品牌创新和市场开拓方面的能力。曾庆后于2024年2月25号去世后，宗馥莉正式接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之后，他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和股东争议的挑战，但通过快速决策和妥协维持了领导地位。曾庆后去世后，娃哈哈系有10几家企业工厂停工，而在停工的企业中，娃哈哈集团前高管杜建英几乎都持有股权。而另一边，由宗馥莉控制的宏盛公司却在不断增加投资建设产品工厂。此外，2025年初，共计387件娃哈哈系列商标从集团公司转移到杭州娃哈哈公司，而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宗馥莉。也就是说，娃哈哈系列商标真正到了宗馥莉手中。然而，家族内部的遗产纷争无疑将分散他的管理精力。律师界普遍认为，倘若信托文件存在瑕疵，或法院认定遗嘱见证程序违法，宗馥莉将面临巨额赔偿，甚至股权稀释。这场风波也波及已故创始人曾庆后的形象，他曾多次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被称为草根首富的典范，但如今却被质疑隐瞒非婚女子和秘密资产转移。目前，香港法院已将判决延期2个月，等待杭州方面的 DNA 比对结果。这一结果将直接决定3位原告的继承资格，宗馥莉是否要分家产，甚至失去公司主导权，悬念仍在继续。你是怎么看？是隐秘的家族往事曝光，还是一场精心布局的财富争夺战？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这里是大师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